傷勢互換，死內衣更勝活內衣。今天你炸一波，明天他炸一波，你越炸。問題是，一個9200萬人的國家，就不是你靠轟炸可以把體系給打散的嘛？對於美國來說啊，傷啊，被壓在下面的伊朗強硬派精壯世代，還有2000顆大寶貝，我們刷一下火箭行嗎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這幾天呢，我們陸續談了蠻多伊朗，但是根據今天最新的形勢來發展呢，我們等一下來給大家做一個報告。首先呢，襲擊的狀況啊，已經遠超乎我們當初的一個評估了，大家可以來看一下啊。這個根據呢，目前啊，這個半島電視台所整理出來的一個詳細的一個狀況哦。然後呢，今天最重磅的消息就是沙烏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美國大使館遭到襲擊哦，非常的誇張哦。那另外呢，科威特的美國大使館也受到襲擊啊。那以色列損失的狀況呢，目前呢，主要是貝特謝梅的民宅受到襲擊，這個事件當中呢，有9個人死在這邊，11個人失蹤哦。另外呢，整個的防空壓力非常的大哦，因為目前看起來整個以色列並沒有辦法完全防住伊朗每天這樣打，打到今天早上的時候已經打了10波了。那我猜今天會再打第11波，每一波都是上百枚的彈道飛彈，還有大量無人機，無人機就難以計數了。因為伊朗的無人機呢是這個空中小摩托，目前呢一般估計啊，伊朗的無人機這個中型以下的這種無人機的話，一架無人機大概的成本價在2萬人民幣左右。大家知道軍武市場啊，一枚愛國者飛彈是200萬美元，好，不是人民幣哦，所以這個是一個極大的一個巨型的差異哦。你來或不來那是你的問題哦。另外根據啊西方的媒體估計哦，以色列每天的戰爭消耗是2億美元。另外攔截成本非常的貴，以色列目前主要的攔截呢，劍2、劍3、大衛投石索，還有鐵穹跟愛國者啊。那如果以單純做劍3還有大衛投石索這樣的常態性防禦武器來說，因為目前呢愛國者的存彈量已經有一點點吃緊了啊。就算是相對便宜的以色列自產的大衛投石索，一般單次攔截成本可能在70萬到400萬美元之間，那就看你攔不攔。伊朗當然也受到一定程度的衝擊，軍政高層已經死了快50個人，主要是哈米尼還有伊朗革命衛隊的指揮官被幹掉了。但是目前看起來，伊朗針對以色列跟美國在中東軍事基地進行反擊的，依然是革命衛隊的力量，而且革命衛隊每天都釋出新的影片，說他們在發射，不管是發射車啊，或者各種的部分，這邊也跟大家報告一下。那另外呢，這個國際原子能總署證實啊，伊朗在納坦茲的核設施近期受損。另外啊，這個伊朗有多架的戰機在地面被摧毀。不過伊朗的戰機啊是 F41、F51，這個已經是舊到不能再舊的戰機，所以因為伊朗長期受制裁，所以伊朗的航空力量一直有些沒有辦法撐起來的狀況。伊朗的整體的軍事、整體的工業生產水平呢，是落在1970年代到1990年代，個別的踩線可以拉到2000年。那除了無人機呢，因為無人機他們組裝很成熟之外啊，基本上大多數來說，伊朗的軍事工業並不是很發達，應該說他們很認真在做，但是受限於實體的這個制裁狀況。這邊給大家做一點報告啊。對，這個要補充一下，今天最新消息，美國今天呢，國務院發布緊急旅遊警示，敦促中東地區10多個國家美國公民立即撤離。代表戰爭要擴大化、長期化、規模化，但是目前多國空域已經封鎖了，杜拜跟阿布達比的交通樞紐一度陷入癱瘓，數十萬旅客受困於海灣國家，非常嚴重。伊朗目前已經宣布封鎖荷姆茲海峽，那具體封鎖呢，除了直接襲擊之外呢，布設了極大量的水雷。目前看起來呢，要去清除這些水雷，那你必須要水雷艦。更要命的是，除了霍姆茲海峽之外啊，紅海呢是誰的領地啊？紅海那有一個很猛的家伙叫胡塞老哥。主要占據在這個地方，以這個也門的首都薩拉為核心哦。他上次就玩過封鎖紅海，所以啊，紅海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船運樞紐，對不對？這裡有蘇伊士運河進入地中海。但是問題來了，這次端掉的主要有2個，一個是革命衛隊最高領袖，另外一個就是哈梅內伊。依照目前伊朗的形勢來看，可能是相對鴿派的代表。所以你懂嗎？當哈梅內伊被以色列偷襲幹掉了，美國只好趕快跟進對伊朗進行轟炸，避免伊朗第一時間進行反擊。但是發現第一個看起來哈梅內伊是有布置的，幹掉消息一確認之後，伊朗革命衛隊就開始瘋狂的反擊，以至於造成我們剛才看的這張圖，打了10波。而且非常準確的，跟上一次不一樣。第一個，載彈量顯著上升；第二個，不是在打一些花拳繡腿的，例如說什麼打這種以殺傷人員為主的，他更強調單點爆破的。然後第三個，非常勇於去襲擊美國各地的軍事基地。之前呢，只嘗試過打這個烏代的空軍基地，現在已經打了14波，對不对？到昨天的時候，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整個局勢就急劇升級啊。所以證明什麼？我剛才開場講的，然後我們就先把結論給大家，然後我們再來分析。第一個，
12日戰爭以後，雙方所尋求的不是進一步減低衝突，尋求的是如何在下一場戰爭把對方幹掉。所以以色列做的準備就是能夠精準的摘除哈梅內伊為首的領導階層。伊朗所做的準備是能夠強硬的回擊美國跟以色列，而且是有效、國際有觀瞻的。所以他們加強了他們的載彈量，他們加強了他們在無人機的部署方面，他們加強制定了密集的轟炸計劃，並且呢，伊朗還多做一手，也就是哈梅內伊已經確認將他的領導權在他死亡之後可以無痛的進行轉換。原本呢，以色列跟美國的想法其實很簡單，我只要精確的把你摘了，你下面不亂自亡，就是說美國可以促使伊朗的政權更迭。那你知道我怎麼判斷這件事？我認為這件事困難嗎？因為如果美國透過把頭兒給抓走就可以促使人家政權更迭的話，那委內瑞拉已經政權更迭了，那委內瑞拉社會黨就沒倒啊。這麼好拿捏的地方，所以事實就證明了美國的想當然也是失敗的嘛。所以之前跟大家講，伊朗研究如果還是用美國傳統的那種社會學國別研究，那必然要失敗。雖然禮拜天的時候我們對哈梅內伊的安全問題的評估是錯誤的，可是這並不妨礙我們對整個伊朗局勢的評估啊。他的幻想就是伊朗有變亂，但是問題是大巴扎之亂早在1月就被幹掉了。所以目前為止，你幹掉哈梅內伊，你幹掉革命衛隊的領袖，結果是什麼？原本被壓在下面的伊朗強硬派這些忠誠的青壯世代，我伊朗給你丟2000個大寶貝，我還有很多小寶貝，還可以不断量產無人機工廠。你看美國跟以色列炸了這麼久，有炸到伊朗的無人機工廠嗎？有這個消息對吧？為什麼？因為伊朗的無人機很多都是家庭手作坊抽出來的。那現在你一口氣把老人全部端了，所以現在看起來死內伊更勝活內伊。這就是為什麼伊朗現在全方面的丟無人機到美國在整個波斯灣的軍事基地。所以幾乎這一輪，從科威特到利雅得的美國大使館，到麥納麥的美軍第5艦隊司令部，到卡塔爾就是卡達的這個烏代德空軍基地，到阿聯酋的美國的一些設施，全部幾乎都是被小摩托給炸的。那這事情對美國來講就非常難搞啊，80到150公里飛得又慢又低空，可是問題是波斯灣多寬？波斯灣不過就200-300公里寬，最寬的地方，而且這小摩托一飛可以飛上千公里的，所以這兩側就變成一個很有趣的現象。伊朗確實一直在挨炸，你看伊朗這幾天被炸成什麼樣子了？但是伊朗真的太大了，它有164萬平方公里，你要炸全部伊朗的城市，你要把它全炸掉，你能炸多少？所以現在就變成叫做商事互換、回合制作戰。而這種商事互換對於美國來說啊，很傷啊。因為呢，這些小摩托在飛來飛去的，第一個，你的航母就不能飛太近，你航母不能蹲太近的時候，相當於你航母的近岸脅迫優勢就消失了。而且德黑蘭它不是一個在海岸邊像加拉加斯的一個狀況。对，美國也想模仿小摩托，美國現在也生產小摩托啊，你飛小摩托要有地方飛你不是隨便飛，你要大量布置而且主要問題在於說，伊朗是能夠全產業鏈生產這些東西的，他自己能手托引擎，伊朗已經掌握了如何從伊朗飛小摩托到以色列1000多公里的技巧。那飛到以色列都這麼簡單了，那請問飛到波斯灣沿岸美國所有的這些基地困難嗎？那就看誰耐操耐打。再來，大規模的扔無人機，你根本沒有阻攔的方法。原本最大的剎車皮叫哈梅內伊跟革命衛隊的高層，你現在把它全部端了，他把權力名義上是移轉給總統佩澤西奇揚，但是佩澤西奇揚的聲望在伊朗並不高啊。教士集团的首腦，這就給了伊朗的中下層大量的發揮空間嘛。那這些人早就想要報仇了。本來有哈梅內伊，可能這場戰爭會打成12日戰爭那個樣子，互相對轟魔法之後，轟完之後大家等時間，等到40天傷期結束，大家有機會握手言和。現在你把哈梅內伊跟整個革命衛隊高層全部端掉了，沒有人在阻止這些中下層軍官繼續行動，而革命衛隊的組織並沒有被摧毀，而且革命衛隊本身是一個軍商工複合體。簡單來講，伊朗革命衛隊也是伊朗境內的一個軍工複合體。那這個軍工複合體佔了伊朗大部分的資源，然後今天你把革命衛隊列為恐怖組織，那結果是什麼？他非得自求生路不可，那他肯定繼續丟嘛。所以今天要給大家一個新的一個 idea， 這是我這幾天一直做這個伊朗節目，還有包括哈梅內伊的事情之後，我想伊朗這次先是經歷了一輪大巴扎大收捕，出現了難得相對團結的時刻，雖然用了很大的代價鎮壓了很多人，然後你現在以色列跟美國，然後呢傷亡數千人，
你這個就讓伊朗內部的強硬派更加抬頭。現在的狀況是伊朗硬起來，結果伊朗硬起來效果出奇的好，全球大亂，油價大漲，現在俄羅斯真躺着也贏麻了。那你說遠在天邊的美國，如果油價上漲，它不是也賣更多嗎？這是個錯誤的概念，因為美國是消費端市場，美國是個極端的存在，它的生產鏈非常畸形，只剩個別的一些生產有比較完整的，而美國大量的民生的產業鏈基本上呢都已經空洞化了，所以美國是大宗原物料，什麼糧食啦、石油啊、天然氣啊、黄金啊，慢慢產量一大堆。最上面那一層消費存在，還有最精細的一些 AI 這一類的，它可能有，可是其他全部都丟出去，所以這就造成一個結果：美國的消費力很強，對不对？但是美國受到國際物價的波及是最嚴重的。那問題是，你要改善美國的產業鏈回流這些事情，它不是今天講明天就有嘛？物價漲爆的話，川普先不用選了。為什麼說叫霸權破防？美國這一輪本來想玩無損嘛，他的典範是什麼？是委內瑞拉，他覺得委內瑞拉能夠賭贏。來，這句話就驗證了我之前講大使官的。我說過一件事，大家還記得嗎？委內瑞拉是美國能夠輕易拿捏的軟柿子當中最大的那顆。委內瑞拉是美國霸權能夠拿捏的軟柿子當中最大，因為委內瑞拉面積有80幾萬吧，人民幣80幾萬平方公里嘛，人口2000多萬，所以首都加拉加斯就在加勒比海上來20幾公里的地方，就翻個山就到了。但是只有水上世界第一，所以這是最大的軟柿子。超過這個體量，第一個距離問題，第二個投入問題，第三個結構問題，第一個社會問題，啪啪啪，你可以列一大堆原因。如果美國作為一個世界的霸主，他卻開始玩起賭徒心態，那這個國家底氣是充足還是不充足？如果委內瑞拉他覺得，我完成功了，那我再拿捏下一個可不可以？可以。那結果去拿捏一個更大的伊朗，164萬平方公里，9200萬人口，怎麼拿捏？地形跟委內瑞拉完全不一樣，社會結構完全不一樣，內部沒有顯著的種族矛盾衝突。我們現在回到一開始我所要講的，以色列跟美國的估計是，我斬首掉你，內部動亂，伊朗整個政權瓦解，然後最差進入利比亞時刻，首都蒂利波里跟東部第一大城班加西兩邊打來打去，打了 N 年了，打到現在沒打出個結果，散架。結果發現伊朗雖然可能是顆柿子，但是是個硬柿子啊。它雖然攻擊力不強，但是它也很能折騰啊。為什麼？因為經濟制裁伊朗這麼多年了，還是沒搞死伊朗。所以反而什麼？你又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伊朗不怕美國經濟制裁，不是不怕，爛命一條你怎麼辦？伊朗符合所有美國理解能力上面的軟柿子，可是實質是你得把事情倒過來看。伊朗深受美國經濟制裁非常非常多年，是重度制裁。伊朗國家內部分層嚴重，教士集團跟城市中產集团互相不融合，滲透非常的多。所以我跟你講。好，那最後我們來講什麼叫霸權破防。美國長期在中東地區，它的布局是什麼？它靠的是大量的軍事部件。這些大量的軍事部件呢，可以讓美國在中東存在具現化。然後旁邊有一個以色列，常常在打一些非常不人道的事情。那所以導致說，你看起來美國在中東是無敵的存在。怎麼打？中東的對手是什麼？敘利亞、伊拉克、真主黨，最硬的是胡塞，但是基本上都偏向民兵組織。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今天伊朗大規模對整個美國在波灣地區的存在進行了非常可視化，直接影響全球交通，因為阿聯酋現在是全世界反擊量最大的。所以結果今天一打發現什麼？他原本以為伊朗是個軟柿子啊，結果發現美國在中東的存在才是個軟柿子啊！以色列長期以來打的是治安戰啊，他從來沒有打過正規軍啊，最接近正規軍是胡塞武裝啊。因為真主黨再怎麼強，他也只是一個超強民兵組織，它主要是以輕步兵、肩扛式火箭彈、這個一定數量的多管式火箭，還有皮卡，他們幾乎沒有裝甲武器。所以12日戰爭這個從現在來看，這是整個脈絡的起點，就是說12日戰爭以後，以色列跟美國對於伊朗的理解，跟伊朗對於美國、以色列的理解剛好相反，走向兩個極端。從現在來看，反而是霸權的破防，全世界看笑話。正式定調一件事情：2026年全球局勢加速升級，美國霸權加速衰退，美國從主動變成被動，而中國更加不受制於 G2 格局，而伊朗變局雖然受創極深，但是不到斷手斷腳，這就是我整個看那個趨勢。怎麼解釋呢？第一個，美以互轟的12日戰爭，魔法互轟，伊朗的決策跟美以的決策不一樣，美以決定加強推翻伊朗現在教士政權的一個力度，他們的做法是用斬首加上內部反動派的方式來做。
可是失敗，因為沒有同時做，掌握不好，很多事情就時間去錯開。所以接下來為什麼美伊可以精準斬首？因為他們始終認為除掉哈梅內伊跟革命衛隊的高層會得到好的結果。可是這個是個錯判，因為確實革命衛隊原本最強硬的他們的派系原本在上一次被狙擊掉了，所以革命衛隊鋪了好一段時間，哈梅內伊相對比較軟弱。可是你把他幹掉之後，中上層被清掉，但是中壯層開始上來。這些人經歷過40幾年的伊朗長期制裁，對美國沒有任何好感。而且革命衛隊裡面很多的軍官，他們不是來自於城市中產階層啊，他們的主力在伊朗拿槍的不是城市中產，在伊朗可以拿槍的是來自鄉下的窮苦老百姓，或者是來自教士集團的親信家族。然後接下來順序是這樣的，那你就讓伊朗的中下层得到解封，而哈梅內伊做出最正確的決定是完整布建了他的體系接班鏈，據說做了7層準備。所以在這樣的話，伊朗體系沒有散架，反動派起步來，伊朗就開始就把大寶貝扔出來了。大寶貝扔出來之後，就發現以色列在12日戰爭中所暴露的問題一覽無遺，而且以色列的空防在12日戰爭之後能補充的數量依然有限，所以以色列這一次為什麼剛開打沒多久，國防部到了就被炸了，幾個基地就陸續被炸了。再來更好笑的事情是，結果呢，就沒有美國自己的在中東的基地空防更拉垮，這怎麼測出來的？這個是上次12日戰爭的時候，伊朗在事先通知美國的情況之下，扔了幾顆到烏代德空軍基地，結果有一顆故意扔偏的美軍竟然不攔，炸到旁邊的空地和倉庫區。那其實你伊朗高層一看就知道了嘛，美軍連最基本的防空飛彈都打得這麼節制，代表什麼？它肯定數量不夠嘛，那不就被看穿了嗎？所以這次為什麼伊朗這麼敢扔？而且我還不扔飛彈呢，上次扔飛彈你這樣防，我扔小摩托看你怎麼防。所以接下來的狀況是這樣的嘛，我們剛才講到就捋了幾個點，所以現在伊朗算是終於有決心繼續打，在獻祭了哈梅內伊之後，以色列在12日戰爭之後，伊朗的決定就是大規模的準備更多的彈道導彈，更多的大寶貝，更多的無人機來洗地，而且強力的鎖定了美國的各個中東，尤其是波斯灣沿岸的軍事基地。然後呢，這個只是這個中心，然後這個具體結果是什麼？美國在中東的存在，從它主動後撤變成破防，這是很大的差異。他把伊拉克最大的基地交給伊拉克國防軍，他把阿富汗的空軍基地直接飛走，直接放空城。他在敘利亞的存在大幅減少，可是他在整個波斯灣地區是第5艦隊最大的空軍基地，烏代德空軍基地，等於說你的後退不再是你想不想，而是你必須。而以色列打成這個樣子，以色列號稱要地面占2萬平方公里土地，就這樣嘛。所以伊朗發現了一個新的秘密嘛，就是只要你敢拼，以色列是扛不住的啊。關鍵在原本伊朗的決策層的軟弱跟反覆，因為哈梅內伊始終希望透過談判的方式來為伊朗爭取最大利益，但是有可能嗎？我為什麼這樣判斷呢？雖然這沒有詳細的資料流出來，但是我為什麼這樣判斷呢？因為不管是哈馬斯的最高領袖哈亞尼，還是真主黨的納斯魯拉，這個都是哈梅內伊非常非常熟絡的盟友啊，是真的有個人私交的。他們被以色列幹掉，伊朗依然不敢反擊，旁邊人氣得要死，憋得要死，只有誰可以停住？只有哈梅內伊。但當哈梅內伊被幹掉之後，那這個剎車皮就消失了。所以12日戰爭的結果是，伊朗做好的準備，原本他們最大問題是沒人讓他們打開蓋子，按下按鈕。美國跟以色列主動把那個蓋子給清除掉了，而以色列跟美國的準備是把哈梅內伊做掉，讓伊朗瓦解。結果現在做掉沒有瓦解，所以川普來說我要派地面部隊嘛，那你派吧，你派了你就想飛過波斯灣的小摩托都這麼多了，那你的部隊只要一登陸伊朗，你看有多少小摩托來撞你？所以現在對美國來講，這局尷尬到爆炸。伊朗現在沒有人可以代表談，大家不要忘了，伊朗的北部有一個大長邊界鄰國叫做土庫曼，土庫曼上接中亞，請問源源不絕的東西怎樣？從伊朗邊界就進入到伊朗，你無法封鎖伊朗啊！更何況俄羅斯可以從裡海直接派船就送過來了，不是嗎？好，再來就是大使館時間在擴展，霸權的破防，存在感下降，美國將如何處理它的這個部分？當然，美國不會那麼容易投降啦。川普要尋求下一個贏的點，當然他可以宣布哈梅內伊死我就贏了，但是他如果再加碼，好玩了。他原本主動期望伊朗退縮，所以他放了一個假消息嘛，說伊朗新的領導人已經願意上談判桌，笑死人了。媽，桑奇40天都還沒結束，哪來新的領導人啊？就貫穿了4個字叫什麼？騎虎難下。